4-1 70块钱开始递卡，4-2抽干，左一俄洛伊1张不2，没有金克斯，没有转职，血量倒数第3。如何在宗师王者局玩到第2，最后惜败于500层炼金？这一期也是小伙伴们一直催更的蓝发教学，今天他来了。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好，我们讲一下蓝发小队在8级时的阵容构筑。我们会考虑先上7个蓝发小队的义子，这里金克斯如果没有抽到，就暂时用威古斯替代一下。我们在8级还会多出一个 flex 位置来上别的义子，这里我推荐上一个2星的娜美。一是2星娜美在裸装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打出不错的输出，二是娜美能够提供一个外交官的全队增益，帮助佐伊和金克斯进行更快的启动，尤其是金克斯在没有启动装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张娜美，很容易射出一发火箭来。在有转职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多上一个外援，这里我推荐上蜘蛛，因为蓝发小队的法强和血量加成蜘蛛都能吃到，如果蜘蛛携带3件神装，很容易在一波团战中打出2个大招来，配合蓝发小队本身的控制，打出3连控来，让对手基本动弹不得。我们再来讲一下9级时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上限。我们有4种提升方式。第一种，在金克斯神装或者2了的情况下，我们上一个艾克来增强金克斯的伤害。第二种，在金克斯缺乏启动的情况下，上杰斯来为金克斯提供攻速启动，让金克斯能保证放出火箭来。第三种，我们上一个2星的蜘蛛来继续增强我们的前排实力，这里要注意一下蜘蛛的站位，让它稳定放出一个大招。2星蜘蛛稍微吃一点点装备，基本就能放出一个大招来。第四种，我们上任意1张6费卡，这里的6费卡，无论哪张6费卡都能提高蓝发小队的上限，尤其是维克托。维克托能够配合蜘蛛、维克托、蓝发小队的3连控，打出一个极高的上限来。我们再来讲一下这套阵容8级时的过度抽卡。我们上8去抽7蓝发不一定能抽出一个很好的质量来，比如俄洛伊和佐伊迟迟抽不到位。我们可以考虑在蓝发小队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先上一个4哨兵来进行过渡。一个5蓝发4哨兵的阵容并不会比7蓝发弱多少。在大头和飞机2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暂时考虑把佐伊的装备和金克斯的装备交给他们俩来先用着打工，等到日后棋子成熟了再把装备换回去，把这2个棋子给卖掉。这里讲一下蓝发小队的装备选择，我推荐蓝发小队至少要拿一个装备海克斯，这样在8级时能够轻松的塞满佐伊和俄洛伊的3件神装。对于佐伊的装备，其实3件差不多的装备就可以，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我这里只提供一个数据，那就是纳什和青龙刀的数据都比较低，胜率都很低，这里并不推荐。更推荐的是羊刀，无论是从实战效果还是过渡效果来说，羊刀都是一件非常优质的装备。其次，佐伊的科技枪和头盔胜率也非常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合成。佐伊带鬼书、电刀等功能装效果也非常不错。金克斯这里就带正常的物理 C 位装备就可以。这里金克斯的这3件神器，包括俄洛伊的生命铠甲，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对于佐伊来说，他的神器只有投机者之刃与狙击手不错。投机者之刃能够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经济来源，而狙击手专注能够帮助佐伊的飞星在最远处伤害最大化。社交这里依旧是一场非常优质的对局，来给大家讲解蓝发里的一些细节。我们依旧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与海克斯。我们的起牌是一个列娜塔的形状，首先肯定不会考虑，我们会考虑是否拿年乙有位直接定正列娜塔，但如果定正列娜塔的话，经济不会特别好，并且也很难打出一个连胜来。如果在中期遇到同行的挤兑，很容易进退不得。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个更加摇摆的纷乱头脑来。这把的城邦是战利品订阅，我其实细节做的不是很到位，应该先去看一下奖励是什么，再决定最后的海克斯。这里我们既然嫖到了2星莫甘娜和一个勉强还不错的前排质量，我们可以考虑稍微提一提质量，让前期不至于持续的连败。
在这种多装备的开局情况，外面的怪物会很多，一般很难打出连胜来。比如这把是辅助装开局，那么就可能有人拿月石，月石在前期又非常强，装备城邦开局的时候，除非确定自己的质量非常高，否则最好不要冒险生人口打连胜。我们的质量很一般，但还是走出了一个3连胜。可以看到，在宗师王者局，高手往往会更谨慎的选择是否要打连胜上人口。在这种发装备的开局，更多的人会选择保守的打法，在下面吃一吃连败，先混着，保住自己的经济。既然我们打出了连胜，我们便选择魔抗，做出一件板甲来提高我们的战斗实力。玩到这里，我们的优势非常大，我们人口一下没有 F， 经济非常好，还走了一个4连胜出来。这里也看得出来，带月石进行前期过渡实在是太强了，基本上正常的质量都无法与之抗衡。我们来到野怪，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可以想想我们要去走什么阵容了。既然我们合了鬼书，那么我们尽量就不要去走一个物理阵容了，所以能考虑的基本上只有外交法和蓝发2家阵容了。既然我们确定要走一个法系的阵容，那么这个电刀也可以直接合掉作为过渡了。当前是一个运营的版本，3阶段的胜负关系非常重要。如果在3阶段一直连败，到8级只有40血左右，基本上想获得一个好的名次就已经非常的难了。我们来到第2个海克斯的选择，这里1和3刷掉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而刷出来的这2个也基本上完全没法拿。我实在不敢把灵魂链接刷掉了，它至少能作为一个保底的存在，所以我们虽然血量很高，还是选下了它作为一个战力海克斯。这个版本有非常多的垃圾海克斯，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留下保底的空间，避免海克斯刷出来全烂，被迫拿一个完全没法拿的海克斯。观察下面的棋盘就可以发现，我已经在吃满纷乱头脑的情况下，尽可能保留蓝发的义子。如果我们要玩蓝发，我们一定要尽早做好留蓝发义子的准备，否则在4阶段我们的辩证压力会非常的大。由于我们已经合出了鬼书和电刀，我们尽量不要再拿这个弓了，我们这里一定要拿下全套来，否则之后的装备很容易出现问题。可以看到，虽然我们8级之后要玩蓝发阵容，但我们现在看上去跟蓝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像蓝发这样的8级阵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前期的过渡与运营，在前期能保下更多的血，有更多的经济，在8级时就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我们来到狼哥野怪，我们在这里就尽量要把自己要玩的阵容给标上，方便我们拉巴快速抽卡。这里我们并没有嫖很多外交的牌，反而有很多蓝发的底子，所以大概率是去走一个蓝发的阵容。可以看到我这里抽卡抽得很快，辩证变得也很快，这就是因为我提前做好了预案。除了想我们要卖掉哪些卡，留哪些卡之外，我们还必须要想装备要分配给谁，有没有像巨大伙伴、盖伦、破剑者这样的特殊站位需要我们调整，这样才不容易过载，才能更好的在4-1快速辩证。我们来到海克斯选择，在有墓志铭保底的情况下，一定是把1和3刷掉。这个时候显然1和3都不如2好，因为蓝发会提供高额的双攻。如果这个时候金克斯来了，或许会考虑一下天涯若比邻，但佐伊是法伤，金克斯是物理伤，其实天涯若比邻也并不一定特别适合他们俩。我们这里一个纷乱头脑的完美过渡，硬是没有抽出一个2星4费。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劣势就很大了。如果我们在接下来还是抽不到2星4费，蓝发这个阵容的弊端就要显露无遗。我们这里整整70块钱都没有抽出来2星4费，所以我观察了一下场外局势，确实只有一家同行，
那家同行虽然经济没我们多，但就是抽出了2星4费，并且2个海克斯都特别对，一个是小伙伴，另一个是1对4，都是蓝发最强最顶级的海克斯。因为纷乱头脑的存在，我们的备战区不能空袭，所幸我们还是抽出了2星的俄洛伊。有了2星的俄洛伊，基本上就可以锁住血了，至少在输的时候不会被波波满入。我们只要上9找到金克斯，我们就仍然有着足够的上限。可以看到我这里的左一纯粹就是在捡破烂，2个功能装加一个还过得去的法爆，但就是能打出很高的伤害。因为我的整体质量都很过关，基本上能2的全2了。左一没有2星，其实并不影响整体的质量。这里选秀出了一张金克斯，这金克斯都快要喂到同行嘴里了，你不会还以为我能捡到这张金克斯吧？我感谢大哥仗义出手抢下了金克斯，没让我的同行拿到这张金克斯。趁着跟你们吹捧大哥的时候，我偷偷拿下了锁子甲，做出了俄洛伊的3件神装。其实运营到这里，我们前面抽卡的劣势也没有那么大了。只要我们正常运营，能够上9，出我们的上限，我们就有进入前3，甚至吃鸡的钱。哦，这哥们儿收了个完美剧毒啊，那没事了，那我们尽量吃个第2吧。我们来到异变选择环节，这里其实第1个就发的非常好了，大家不要学我，其实该拿就可以直接拿了。主要这里我们既没有金克斯，左一又没有2，我觉得后排的输出实在太低了，所以考虑想给左一拿一个输出的异变来，但没想到一递就递了好多钱。这个时候没忍住，偷偷去看了一下同行，我寻思你海克斯那么好，异变总应该选差一点了吧？哎，翻盘故事，或许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吧。我们4-5打这家鼠鼠，我们对位没有对到对面的鼠鼠，左一还没有羊刀提供持续的伤害，这波团肯定要输。输了这波，再加上外面还有一个500层的炼金，我们这把的血线其实就挺危险的了。好在这里野怪出来发了一张左一，我们就不需要主动去抽卡来保证我们的质量了。这里敲装备敲错了，想敲这个腰带给敲歪了，没想到阴差阳错的把破防给补了出来。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吃不到这回合的纷乱头脑了。我们把辅助装锻造器打开，开出了一个最关键的灵风。灵风在前期拿非常的弱，站在后期就是永远的神，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拆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反复利用这个灵风，达到无限开局吹的情况。为了让左一火球对到更多的人，我们选择把左一放在中间，没想到不小心被这个铁男拉了过去，我们被迫输掉了这一局。使用灵风的时候需要注意，尽量把你 C 位往旁边挪一挪，因为厉害的高手会把自己的 C 位对到你有装备的棋子上，让你无法吹出灵风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改变自己满装主 C 的位置。这波我们吹到了对面的主 C， 俄洛伊还是2星，差点还没打过，这就是海克斯上的硬性差距。由于这把有炼金哥在外面疯狂抬人，我们基本上没法吃鸡了。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赶紧上人口，保血量，把每一波的质量都拉满，能赢一把是一把。我们运气很好，递出了金克斯，这样我们卖掉威古斯之后又能省下一个拆卸来。理论上只要我们多卖后期的1星怪，多把灵风往1星怪上放，我们能够达到每场几乎都有无限吹风的效果。选秀这里我们拿下最好的无尽，其实就算不是无尽，这张杰斯我们大概率都要拿，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别人拿到这张无尽杰斯来提升他的实力。由于我们现在已经用灵风吹了很多人了，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手上有了灵风，所以我们一定要灵活调整我们后排的站位，让我们保证能够吹到一个 C 位。这里其实如果心狠一点，可以直接把金克斯卖掉，多换一个拆来，但这里我们还有一个拆，并且我们进野怪还能再补一个拆，所以想了想还是没有卖掉这张金克斯。
打完回来，我们嫖到了一张维克托，思考了一下，还是决定把两星蜘蛛卖掉来上这张维克托。可以看到这家炼金非常的鸡贼，直接把希尔科丢在我左一的位置。幸好我左一在对战前换了一个位置。可以看到他这波如果不是收的500层，或者是收的不是很好，收了一个差的装备，或许我们有机会翻盘的。我们出野之后为金克斯补充上了巨杀，依旧是老规矩，把灵风卸下来吹对面的 C 位。可以看到对面的质量其实应该比我们高，有2星的杰斯，海克斯在战力方面除了灵魂虹吸，基本全面碾压我们。但最终对方不是我们的对手，就是因为我们拿灵风吹到了对面关键的 C 位。我们回来之后抽到了2星金克斯，我在想要不要把金克斯卖掉，多出一个后手灵风来。幸好下面有一张妖姬，那我们索性就卖掉娜美上妖姬，让金克斯到达2星。我们遇到了一家天涯若比邻的船长，他站位不太好换，3星船长直接被我们吹起来。因为我们金克斯没有启动装，如果没有这个灵风，这波团大概率又要输。最后一波团我们打的是炼金的镜像，所以这个小心机的灵风属于是抛媚眼给瞎子看。烈性病毒实在是太强了，加上对面的质量也很高，我们最后还是混到了一个老2的名次。视频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你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想要问的，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如果有指导棋的需求，也可以私信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